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。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热点吧。华为正在为其下一代人工智能加速器 Ascend 910D 开发4芯片设计，以与英伟达的 Rubin Ultra 竞争。华为先进的芯片封装技术或可与台积电竞争，从而规避美国的制裁。Ascend 910D 可能使用桥接器进行芯片互联，并配备16个 HBM 内存模块。有传言称 910D 的性能可能优于英伟达的 H100， 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证实。华为还在研发 Ascend 920处理器。华为升腾 910D 这颗芯片，说白了就是中美芯片博弈里特别狠的一步棋。先给大家划重点，华为这次没硬刚先进制程，而是玩了波芯片拼搭术，拿4颗自家升腾 910B 小芯片，用类似台积电的先进封装技术焊在一起，堆出一块4020平方毫米的算力大饼，算下来算力比英伟达 H100 还猛，直逼他们家2025年要出的 H200。 有人会说技术上咋突围的呢？简单说就是攒机思维，美国卡14纳米以下制程，对不对？那咱不用最新的工艺，用中芯国际的14纳米或7纳米造小芯片，再靠封装技术把4颗连起来，像搭积木一样堆算力。专利里说他们用了新的芯片互联技术，不是传统那种中介层，有点接近台积电2026年才量产的 EUV 级封装工艺。行业里估算，这波操作相当于用成熟工艺干出了3纳米芯片的性能，等于是换了套打法，不跟你比单个芯片多牛，而是靠系统级创新硬刚。2025年5月直接把 910D 列全球禁用清单了。美国为啥急眼了？他们的逻辑是，只要芯片设计用了美国工具，比如 ARM 架构、EDA 软件，就算在别处生产也不许用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这禁令反而暴露了焦虑。之前科大讯飞测过， 910B 训练效率已经到 A100 的 90%， 910C 对标 H100 的版本都量产了。现在 910D 直接4芯片堆叠，单卡算力比 H100 还强 30%。 你看4月底英伟达股价跌了 2%， 就是听说华为这芯片测试了，市场反应最真实。华为这步棋到底有多野？我愿称它为田忌赛马 Plus 版，制程被卡就靠封装叠 buff。 虽然芯片总面积是 H100 的3倍，但胜在全站国产能用中芯国际造芯。华为自己搞封装，不用看别人脸色，而且看命名就知道野心多大。910D 之后直接跳920对标 H200， 明显想跳过中间代际，用架构创新超车。不过挑战也不少，首先是封装良率，4颗芯片焊一起，良品率可能比单颗低。其次是生态，华为的 Mindspoke 能不能替代英伟达的 CUDA， 开发者用的顺不顺才是关键。芯片不是堆参数，得让行业能用起来才行。这事儿到底意味着啥？往大了说，这是中美半导体博弈的转折点。当制程被卡脖子，中国选了条系统级创新的路，用成熟制程加先进封装加架构，重构撕开缺口。以前咱们总盯着几纳米几纳米追，现在发现换个思路也能打。当然后面还有供应链稳定、生态适配这些坎要过，但华为这波尝试至少证明，技术封锁下的创新有时候韧性更强，甚至能逼出第3条路来。谷歌、Meta 和 Snap 正在投资智能眼镜，希望这次人工智能能让它们发挥作用。Snap 计划在2026年推出配备人工智能的眼镜，这些眼镜利用人工智能处理图像、视频和语音，
回答有关世界的问题。Meta 的雷朋 Meta AI 眼镜可以识别辣椒并翻译语言，预计智能眼镜市场将从2024年的330万副增长到2026年的近1300万副。最近硅谷那帮科技巨头又盯上智能眼镜啦，这次他们可算是有备而来，靠的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。咱来聊聊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哈。10年前 Google Glass 刚出来的时候，那叫一个惨，屏幕小的跟指甲盖似的，续航跟闹着玩似的，价格还死贵，可不就失败了吗？但现在不一样了， AI 给智能眼镜开了挂，让这玩意儿有了理解世界的能力，像图像识别、实时翻译、语音交互这些功能，以前想都不敢想，现在都能实现了。再看看这些玩家动态， Snap 宣布2026年要推出 AI 眼镜 Specs， 吹得可神了，说能感知周围世界。 Google 和 Meta 已经有落地产品了，比如 Ray-Ban Meta AI 眼镜能实时翻译识别物品，听起来还挺厉害。苹果和亚马逊也没闲着，都在偷偷研发呢，想抢占下一代交互入口。看来这市场要热闹起来了。市场预期方面， ABI Research 预测2024至2026年智能眼镜出货量能从330万台一下子跳到1300万台。 IDC 也预计 Meta 类智能眼镜市场2026年能达到1400万台。这数据看着挺诱人，但背后的挑战也不少。先说隐私问题，这简直就是颗定时炸弹。眼镜上有摄像头，别人根本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隐形拍摄。当年 Google Glass 就因为这事儿遇阻了，现在这些巨头可得好好想想怎么消除大家的顾虑。用户接受度也是个大问题，消费者愿不愿意长期戴这玩意儿呢？毕竟大家平时戴普通眼镜都讲究个舒适度、外观啥的，这智能眼镜得兼顾实用性、舒适度和价格。像 Meta 眼镜约300美元，比普通眼镜还是贵了点，而且重量、续航、外观都得优化，别搞得跟个科技怪胎似的，谁愿意天天戴着？还有功能替代的问题，现在大家都离不开手机，智能眼镜目前还得依赖手机生态，说白了更像个辅助工具，想让大家用它替代手机，习惯可没那么好改，手机一时半会儿可凉不了。咱个人觉得 AI 加持下的智能眼镜功能确实比以前强太多了，实时翻译、识别餐厅、当私人助手，感觉就跟科幻片里的道具似的。但能不能让普通人买账，还得看它的痛点够不够痛。不过巨头们看重的可是未来入口，谁掌握了人们看世界的方式，谁就可能抓住下一个科技浪潮。但这波能不能成，关键还得看产品是不是真的有用又好用，不然说不定又得重蹈 Google Glass 的覆辙。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，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